Hello，各位大家好，我是滕小尔。滕小尔在台中的一中街。OK， 那腾哥这边要录一个音效播放的那一个相关的设定，是要录什么音效设定？声音不都是正常由喇叭或是荧幕或是电视去做播放吗？那我要刚当腾哥就不会特别录这个影片了，主要是腾哥那个有一个客人询问说，他希望说他的荧幕跟喇叭可以同时都有声音，奇怪，为什么荧幕跟喇叭要同时有声音？一般我们听声音不是荧幕有声音就好了，或是喇叭有声音就好了，或是耳机有声音就好了，为什么要同时让两个都有声音呢？奇怪嘞，腾哥也不知道，反正就是他希望腾哥帮他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就是要怎么去做一个设定啊？那腾哥电脑用了那么多年真的很少遇到要同时播放了。有一个可能啦，就是说我们的荧幕就是播放嘛，那有人会用蓝牙喇叭，就是把那个喇叭放到其他的房间，比如说客厅或是房间。所以说他是希望说，就是两个同时声音都能同步，也许是这个考量。那一般来说，正常来说，我们那个音效的设定你只能做切换，要么就是那件喇叭，就是荧幕那件喇叭，要么就是外接的喇叭去做一个2选1。就是这样，你要怎么让它同步嘞？那腾哥其实有花一点时间爬文啦，看了很多网友或是大陆那边的一般的相关教学，其实这种设定的方式蛮少的，不过腾哥还是有找出解决的方法的，必须要透过第三方的程式，那个设定其实也蛮简单的，那腾哥大概说一下，好，假设我们来播放这个 Jackie Wu 这样学Jackie 酱啦。Jackie Wu 是那个吴宗宪，吴宗宪宪哥也是腾哥蛮喜欢的一个歌手。好，那腾哥这台荧幕是有内建喇叭，所以播放音乐的时候，荧幕就从那个内建喇叭出来，这些都是老歌手。那如果说我们要切换喇叭的话，右下角的音讯这里点下去。因为这个是我们外接的喇叭，那这个是萤幕内建喇叭。如果说我们要让外接喇叭有声音，或是蓝牙喇叭有声音，就是从这里去做选择。好，我们点这个喇叭，那这个喇叭声音，腾哥把它调一下，没声音。3, 2, 1。好，结果是刚刚 YouTube 网页有问题。好，现在声音是从喇叭了。因为已经选成喇叭的模式，所以声音就从这里。如果说你有接蓝牙喇叭，就要去选蓝牙喇叭。OK， 反正如果说你萤幕跟喇叭的声音要做切换，很多网友教的就是用这样的方式，去做两个切换。那要怎么让萤幕内建喇叭跟外接喇叭同步嘞？注意看哦。首先呢，可以去点解这个网页 VB Audio 软体，然后去下载这个程式，腾哥是下载这一个啦，就是 1.0.88， 反正什么鬼的，反正就下载完之后把它去做安装，安装完重开，它会要你重开机。那重开机完之后，你要去点开启它这个程式，腾哥已经装完了，有重开机了。那我们点选这个程式，它这个有点类似像等化器什么鬼的，反正就是长得很多设定看不懂，因为是英文的，它好像没有中文，算了不理它，反正都看得懂。好，那再来，你右下角音量。这里我们呢要把它选这个。你装完之后重开机嘛，你是音效声音的输出你要选这个，OK， 我不是选外接喇叭或是萤幕内建喇叭，你要选那个我们所安装软体的那一个，
好，这个是它的那个音效设定。OK， 再回到这里来，好，看一下这里是不是有个 A1 跟 A2。好 ，A1 的话，你就可以去选择你第一台荧幕要用，你第一个那个荧幕那个声音的来源是哪一个？像我们就选那个荧幕的，这个就是 Acer 的那个内建的那个声音哈。那 A2 的话，我们选外接的喇叭。好 ，OK， 那选好之后，我们就来播放音乐。好，那个声音有没有？它这个声音就开始在做播放。那好，腾哥把那个外接喇叭声音调小一点。好，有没有听到？萤幕内建喇叭也是同时有声音的。好，那如果说你希望外接喇叭同时有的话，哈，就是外接喇叭声音把它调大一点。相对的，你如果说有用耳机的话，你有外接耳机的话，也是这样的做法。不过它这个程式好像是1对2啊，你要1对3我就不知道了，因为腾哥手上这边没有那个耳麦可以测试。好，如果说你这耳麦搞不好会跳出声也不一定。好，反正以1对2来说啦，就是说，因为现在很多萤幕都是 HDMI 或者 DP 有内建，如果说你挑选萤幕是有内建喇叭或者电视好了，哈，那真的还是会有人就是希望说，萤幕或者电视跟外接喇叭或者蓝牙喇叭做一个同步输出的话，好，你就可以通过这个程式去做这个设定。好，这也是腾哥所想出来让萤幕内建喇叭跟外接喇叭同步输出的一个方式的。好，要不然你要照网络上网页啊去做一般的那个设定啊，应该是弄不出来的。反正这个是最简单的啦。那如果说你要好，你不要2个同时同步了，那你就把它选这个，就变成说会有萤幕内建喇叭。那如果说你希望外接喇叭，就选这一个。OK， 那这样的说明很简单吧 ？OK， 如果说你这个还是看不懂的话，你再把影片看一次吧。这个就是腾哥针对这个音讯的一个设定的教学，就是安内简单哈。这一台腾哥新电脑有没有看到这个塔上？这个处理器是 i5 的，那腾哥用 i9 处理器的塔上那个原厂的塔上来装哈，其实也蛮好看的。Apex 的机壳。好，这影片就拍到这里了，谢谢收看，拜拜。